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 T 恤。这款是彩色版，这款是素描版。这两款的 T 恤的背景图片啊，我选择的是当时我开丰田 Fortuner 啊，然后我们去到虎克之路的时候啊，当时我做了拍一张纪念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经过我调色啊，经过我后来重新的设计，这样印到了这款 T 恤上啊。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搜索上野游记啊，这个店铺现在只有5颗星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啊去选购 T 恤，而将来的游记里边啊，我会选择一些标志性的地标，然后用我当时开的车啊和它做一张合影。将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商品啊，在我们的这个淘宝店铺里边。我个人非常喜欢素描版，我们现在穿着素描版来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这辆 Fortuner 5万公里的使用。我这个车呢是2018款的 Fortuner 丰田的穿越者 EXR 版本。19年的3月份我买了这辆车啊，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开了5万多公里。车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是拿来开的啊，当然对于我来说可能日常使用会使用这个车，然后更重要的是越野啊，包括我们长途的一个穿越的时候我也会使用啊这款丰田。这样呢，今天就把下面几个方面啊，给大家说说。如果这一次视频做的不是很全的话，也欢迎大家啊给我私信，或者说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沟通啊这辆车的使用情况。那第一啊，当然就是油耗了啊。油耗对于我来说，市区使用啊，夏天的时候大概在11个油左右，110公里左右巡航的时候啊，我之前在出去越野的时候，大概在10.5升到10.6升啊，这样一个油耗。然后呢，冬天呢，我换装了百路驰的 K52的 AT 胎啊，之后它的这个油耗应该在11.7个左右。冬天市区的油耗呢，可能也会比较多，可能在12.5到12.6个油左右。然后另外再说一下动力啊，很多人之前问过我非常多遍，我也之前解答过很多次啊。这个车的动力不算出色，那100公里加速呢，我觉得可能会在13-14秒啊以上的时间。当然这取决于你的轮胎是什么啊，你车上坐了几个人，你车上拉了是否很多的东西。现在来看，它和普拉多2700的加速啊不相中国，应该啊，丰田穿越者比普拉多2700加速稍微快那么一点点。第三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电子限滑，我可以给大家说，我的2018款 ESR 啊，丰田穿越者它是有电子限滑的，因为之前我在额济纳旗啊，当时我露营的时候，我故意找了一个地方啊，就是类似于河床的一个地方，一个交叉轴，当时我做了那么一个航拍。然后呢，确实这个车是有电子限滑的啊，给大家说一下，2018款的 EXR 我的版本是这个啊，我的车是有电子限滑的。第4个呢就是空间呢，我个人觉得啊，头部空间也非常好，整个7座的坐起来也是非常舒适。之前我也有一个视频啊，讲了丰田穿越者它7座空间的这种布置。另外呢，我在后备箱里边把我们的后边2个座椅啊暂时放了起来，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类似于不锈钢啊，类似于这么一个车床，当然是为了方便我长途穿越或者说我日常使用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大部分这辆车是我自己在开，所以说我一个人开7座的车和开5个座加那么一个存储空间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功能是一样的。另外给大家说说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欢越野的一个人啊，我今天说说它的越野表现。这辆车呢，在非常极限的这种越野啊，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没有配备后差速锁。那对于这些分时四驱的车来说啊，相当于有了一把中锁。2.7排量的穿越者是没有配备后锁的。很极限的越野当中啊，这辆车的表现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当然，很多朋友改装了轮胎，改装了前后杠，甚至啊改装了绞盘，我觉得都会对这辆车的越野能力有一个提升。另外再说一下啊，这款车英文名字叫做 Fortuner 啊，很多时候很多人说叫穿越者，因为这个车本来的名字它就叫 Fortuner。这个车在什么地方销售呢？啊，这个车在俄罗斯、东南亚、南非、
中东啊有非常多的这种车是存在的。那俄罗斯人啊，大家也知道啊，体型是非常比较大的啊，他们都能接受这种7座，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空间大家大可以放心。说完了越野的表现，我们再说说这个车的长途表现。因为在我的越野理念里边，越野车分为2种，一种是极限越野的。那现在目前对于我来说，我有一辆吉姆尼啊，包括牧马人这2款车啊，我觉得有前后硬桥的这种车，可以应付一些极限的攀爬和非常极限的越野。前桥啊是整体桥的这种车，我觉得玩极限越野会比较好。牧马人和吉姆尼这种车，它由于它的轴距是比较短的，所以说利于它的攀爬和极限的这种越野。这些车是比较适合极限的越野的。那对于丰田啊穿越者，那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很舒适型的硬派越野车。可以看到奔驰 G 现在也已经把它的前边的整体桥换成了独立悬挂，为了什么呢？为了它的驾乘的舒适感啊。丰田系的很多车都是以舒适为主的，那同时它还配备有很大的油箱。当然，我们如果把丰田的底挂的备胎拿掉啊，我们直接换一个加大的油箱。那很多这种改装的案例啊，甚至可以把它的油箱扩大到啊200升左右啊，也就是说可能1-2千公里的巡航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辆车啊，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认为它更适合长途穿越一些。当然，我的很多的改装是为了我的这辆丰田进行一个长途的穿越。你比如说，我在后边做了一个不锈钢的车床，这车床大家之前也觉得非常开心啊，是。把第2排座椅我们放倒之后，然后把在这个车窗上我们能找到一个1.9米，大概能撑到1.2米、1.3米那么宽度的一个空间，那相当于我们在家里一个比较好的双人床了啊。那实际的应用来看啊，在上面铺一层充气的这种床啊，我们就可以睡觉了，可以满足2到3个人的睡觉。2019年啊，国庆节包括公休假出去穿越的时候啊，走到了敦煌，走到了额济纳，走到了虎克之路，走到了阿拉善，很多的这种地方啊，这个车我一直在车上吃住啊，甚至我的视频的编辑和我很多东西的充电。都在这个车上进行一个充电，它可以当做我的工作台来使用。我个人觉得啊，这才是丰田车真正它的作用。这个车我改装了它的一个行李架啊，不锈钢的一个行李架，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啊在上边，这对我们长途的穿越，对我们后备箱比较紧张的这种空间都可以有一个提升。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我对这辆车啊有几个方面的一些想法。那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开这辆车？首先，我觉得啊，是有7座需求的人应该买这辆车。当然，它的越野车的这种232的7座和商务车没有办法比啊，商务车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223的这种布局啊。当你有这种7座的需求，又有偶尔越野的这种需求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款车。这款车的综合的越野实力来看啊，目前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尤其是这种长途的穿越，我们不需要很极限的这种越野的时候，这个车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油箱，目前我的油箱是80升的油箱啊，它应该能支持到我们开到啊大概800公里左右的这种续航。我觉得这个车在日常的使用和在长途的穿越啊这种越野当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呢，在城市里边这种底盘这种带大梁的这种车的底盘的视野是会非常好的，比很多的轿车，甚至说比一些普通的啊这种越野车、城市的 SUV 啊，你会看得非常远，对你的行车也会提升非常大的一个自信心。今天呢，就是我对我的丰田 Fortuner 啊18款的 EXR 这种1年的使用5万公里啊，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如果大家啊对这个车还有疑问，我们可以私信啊，或者说在视频下方进行一个交流。如果大家问题比较多呢，到时候我会再做一个视频啊，专门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啊收看我的这个上野 Vlog。同时，我们这个 T 恤啊，我觉得也是代表了 Fortuner 一种精神啊，包括我们越野人的一种精神啊，欢迎大家对我的视频和对我的淘宝的店啊的关注。今天的视频啊就做到这儿吧。拜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